他带着儿子在院里玩耍，没想到却遇上了黑帮火拼，密集的子弹顿时就落在了这家人周围。等黑帮们离开后，男人赶紧低头查看，却发现儿子浑身是血，已经失去了呼吸。原本幸福的家庭就这样支离破碎，男人愤怒至极，于是迅速起身朝黑帮们离开的方向追去。而这时，黑帮的枪战还在继续，他们在街上肆意冲撞，并朝着对方相互射击。巨大的枪击声和碰撞声回荡在街区的每一个角落，直到一方的成员全被干掉，这场混战才彻底的结束。而刚赶到现场的男人恰好目击到了这一切，眼看越野车就要离开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转身从垃圾堆里翻找出了一根铁棍，随后一阵狂奔，迅速来到了越野车必经的路线上。然而这一击不但没能解决掉敌人，反而却将对方给击怒。反应过来后，便朝着男人疯狂开火。男人见状，只得转身拼命奔跑，眼看着就要被逼入死路。而正在这时，前方却突然出现了一辆叉车，男人来不及思考，只能踩上踏板猛地一跳，越野车瞬间被叉车刺穿，司机也当场没了命。可还没等男人起身，车上的黑老大就已经下车，对着想要逃走的男人毫不犹豫就是一枪，男人顿时失去平衡倒在地上。黑老大拿着手枪一步步逼向男人，眼看自己在劫难逃，男人便索性不再挣扎。路人及时将男人送进了医院，经过数小时的紧急抢救，医生终于从他喉咙中取出了子弹。得知情况的妻子急忙赶到医院，短短半天时间，儿子和丈夫都接连惨遭不幸，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幸好1周之后，男人成功从昏迷中苏醒，可紧接着他就收到了另一个噩耗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但那颗子弹却打穿了他的声带，从此以后他将再也不能开口说话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男人经过了极其痛苦的康复过程，可更让他痛苦的便是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儿子。男人从此变得沉默寡言。出院后的他望着曾与儿子快乐玩耍的地方，一切似乎都还停留在昨日，可一想到儿子已经不在，痛苦便瞬间充斥了他的全身。就这样，男人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。他每天都躺在儿子床上，感受着对方留下的气息，闭上眼睛，试图用过去的回忆来减轻痛苦，仿佛儿子从来都没离开过他。可每当睁开双眼，所有的美好瞬间消散如烟。男人不再去工作，每天都在浑噩中度过，唯一的慰藉就是能将自己麻醉的酒精。而妻子看着这一切，尽管她也十分难受，但却不得不给丈夫时间去调整。可她不知道的是，丈夫却已经有了别的计划，他打算干掉那群凶手，亲自为死去的儿子报仇。他对照着网上视频，每天学习杀人技巧，随后来到射击场，提高自己的射击能力，紧接着又用健身器材从头到脚都锻炼一遍。这样枯燥的日子，男人已经坚持了整整1年。他花重金买了一辆跑车，又对车前杠进行了加固，随后来到黑市购买了大量武器装备，一切准备就绪后，便悄悄溜进了警局，拍下了所有黑帮成员的照片。为了给惨死这群人枪口的儿子复仇，男人每时每刻都在做着准备。可由于长期没有家庭生活，妻子早已忍受不了，选择离开。但这并没有影响到男人，反而更专注于练习杀敌技巧。半个月后，男人偷偷来到黑帮窝点，他用相机记录下了一切。而这个光头黑老大正是男人的最终目标。临走之前，男人拍下了一个小头目的车牌，他准备先从这个人下手，于是借着夜色的掩护，悄悄潜进了对方家里。可小头目还是听到了动静，立刻就出来查看，不料却被暗中的男人一枪托就给击晕。等小头目醒来后，已经被男人带回了家里。这时男人出现，一刀割断了绑着他的绳子，随后将他拉到桌前。男人拿出纸和笔，让他写下上面所有问题的答案。而看了眼问题后，小头目却瞬间发怒。男人见状也不惯着他，将其暴打一顿后，便让他乖乖照做。可本以为对方已经老实，没想到小头目却突然暴起，将男人推开后，他用匕首切断了束缚，随后拔出匕首，狠狠刺入了男人肩膀。虽然已经练习了1年，可跟这些长期打杀的黑帮相比，男人明显缺少了点经验。但即便身中数刀，他也依然没有放弃，使出全身力气与对方缠斗。男人拾起螺丝刀，狠狠扎入对方小腿，随后趁小头目吃痛起身，猛地将其扑到了厨房里。一想到无辜惨死的儿子，男人顿时就充满了力量。不料小头目十分顽强，并利用洗衣机再次躲过了致命一击。小头目迅速起身，狠狠地勒住了男人脖子，没想到却被男人抓住机会，反手猛击自己的腰子。就这样，经过一阵扭打后，男人终于成功将小头目制服。当天晚上，男人就整理好了装备。他之所以选择今天动手，是因为自己儿子就是在去年的今日被害。于是他把小头目送到了负责此案的警长家门口，并在其身上留下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一个 U 盘和一张写着字的卡片。警长将 U 盘插入电脑，里面竟是男人这1年来搜集的关于黑帮的犯罪证据。不仅如此，
他还将所有的地址都清楚地标了下来，而小头目填写的那张问卷也赫然在 U 盘里面。正在警长震惊的同时，男人已经来到了黑帮聚集地，准备展开彻底的复仇。混混刚抢完一对情侣，可正准备去庆祝时，一辆跑车却突然冲来。男人掏出小刀，狠狠扎进混混腰子，随后一脚油门就准备逃离现场。不料一个混混却挂在车上，无论怎样都甩不掉。眼看对方拿出手枪，男人迅速抓住他的手，随后用力一磕，反手将枪给夺了过来。男人生平第一次杀人，强烈的紧张感顿时让他呕吐不止。可今天要为儿子复仇，他只好强忍不适，开车来到了黑帮聚集地，随后向楼顶扔了一个包裹，而里面装着的正是那个小头目的2根手指。黑老大光头看后暴跳如雷，但他以为是对手黑帮的挑衅，于是下令手下展开报复。双方很快就爆发了激烈火拼，而一个赶来的女警在交火中不幸中枪倒地。男人见状，立即给手枪上好膛，随后猛踩油门，一头冲进了激战现场。他不管3721，见着人就是一顿疯狂射击。黑帮们来不及反应，顿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而现场发生的事被一个小弟用手机录了下来，并将视频发给了黑老大光头。可正当小弟要撤离时，男人却突然驾车撞来。男人拾起掉落的手机，对准了这个小弟后，便开枪将其射杀。而另一边的光头目睹了手下死亡的全过程，他想起了1年前杀掉的那个男人，心中突然涌起了不祥的预感。正在这时，光头的另一个手下发现了男人，于是立即上车向男人撞去。男人被撞了个措手不及，但他却丝毫不慌，挂好档后便一脚油门到底，拐进了一条小巷之中。但纹身男很快又追了上来，只不过他没想到，男人竟猛地加速，撞上了前面的皮卡车，而纹身男来不及反应，只得硬生生撞了上去。此时还有辆摩托车追在后面，男人见状猛打方向，将车拐进了一条小巷之中，随后故意放慢车速，等对方靠近准备开枪时，一边迅速拉住他的手，一边将车使劲靠向墙边。一阵火花带闪电后，驾驶员不得不丢下摩托，并紧紧挂在了男人汽车上。然而下一秒，搞定一切后，男人将车停在一个废弃工厂，拿起儿子最爱的音乐盒后，便披上风衣，骑上摩托车，向最后的目的地狂奔而去。就在敌人的车库门关闭的前一秒，男人猛地一个滑铲冲进去，随后掏出手枪，与里面的黑帮分子展开了激烈的交火。正在这时，男人发现了正在漏油的摩托车，于是从包里拿出喷子，对准油箱一枪打去。剧烈的爆炸顿时将几个黑帮成员吞噬，而趁着敌人慌乱的时间，男人迅速出手，开始一个个收割敌人的命。随后，男人手持喷子，朝着楼顶一路杀去，只要出现在他视线里的人，全部都被他一一干掉。处理掉外面的小弟后，男人终于来到了顶楼大厅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在路上布置了几枚半雷，可随后四处查看时，却突然被一人撞倒在地。没想到刚才激烈的撞车，纹身男竟毫发无伤。男人站起身来反击，但被对方猛地抱腿一摔，随后掏出手枪，却又被对方反手抓住。男人毫无招架之力，一时间竟被纹身男按着一顿暴打，眼看着就要被其干掉。幸好这时几个小弟赶来增援，碰到了男人刚布置的半雷，爆炸声吸引了纹身男的注意，而男人见状趁机迅速反击。可没想到纹身男十分顽强，两人一直从外面打到了黑帮的武器库里面。纹身男端起一把武器，朝着男人一顿疯狂扫射。等他清空弹夹后，男人迅速上前，再次和纹身男扭打在一起。但这次他终于抓住了机会，将对方逼向墙边后，装上弹夹，立即下蹲射击。与此同时，那个警长也按照男人提供的坐标找了过来。他将外面剩下的小弟干掉后，便顺着枪声来到了顶楼。可当遇见了男人后，他们两人都并未开枪。警长明白男人作为父亲的无奈，而男人也感受到警长对罪恶的深恶痛绝，于是两人都默契地放下了手中的枪。然而正在这时，屋内却突然爆出一阵密集的子弹。警长探出身来，却瞬间被子弹打中了胳膊，而男人却抓住机会，从另一边绕到了女人身旁。女人不得已丢下了武器，随后转身露出了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。男人见状心头一软，因为他知道女人是被黑老大光头所逼迫，于是缓缓地将枪放了下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女人却猛地拔枪向男人射击，而刚站起的探员身中数枪，又再次倒在了地上。这次男人终于不再犹豫，直接开枪将女人干掉。男人挣扎着站起身来，
随后来到黑老大所在的大厅，而光头早已守候在此。男人举起手枪，但现在的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只能硬生生的接下光头的几十发子弹。男人重重的摔倒在地，而这一次他已经彻底无力反抗，眼看着就要被光头干掉时，幸好警长及时赶到，而男人也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光头扑倒在地后，一拳又一拳砸在他的脸上，紧接着死死掐住光头脖子，直到他彻底没了气息。就这样，男人终于为儿子复了仇，但他也彻底耗尽了体力。在生命即将消逝的那一刻，他仿佛回到了一家人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